啊，继续，方才聊到哪儿了？哎呦，这谁呀？姑娘，你这是……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要走了。没事。那个，姚大人、姚夫人，用膳吧啊，用膳吧。好。殿下，你穿成这样，是要去哪儿啊？舅舅已经对我尽数如实相告了，他让我去蒙山跟他会合。有人在追你啊？家里人，就我爹爹宴请了一个他同僚，对方还把自家公子带来了，这不摆明了鸿门宴吗？我想借你这马车躲一躲。上来。你就这样跑出来，不怕回去受罚？本来是怕的，但现在不怕了。我就说是殿下把我拐出来的。你这恶人先告状的本领，真是越来越厉害了。这里也没人，咱们各走各的吧。你把我拐出来已经很过分了，你要把我留在这种荒郊野岭的地方，你那就是罪加一等。谁看见了？谁知道啊？这蒙山这么荒无人烟，还有这样的入口，这也太隐蔽了吧！这里没有车辙，入口又那么狭窄，东西不可能搬得走。我常年征战在外，这点小伤啊，不算什么。你这都流血了，你还说你没事儿？我在禁卫营都看过了。看清楚了吗？那个时候水务营让我也没看清啊。那现在看清楚了吧？谁要看？兰香，柔儿究竟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二姑娘她到底去哪儿了。爹，你也别着急了，要不我再去问问如意楼，之前她有事都会跑那里去。啊，对，那你去找找。啊。兰香，跟我一起去。是。多谢。还有，让你身犯险境，我也有责任。
你有什么好道歉的？谁知道那个懂男人的？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什么奇怪？我们刚才听见一声巨响，石头才落下来。当我们进入山谷之后，响声便停止了。该不会是炸药不够用吧？还是赶紧找出口吧，以免再出现什么意外。哦。看来这条路也行不通。看来现在也只有那一线天出口了，可那个出口已经被堵死了，不然的话，只能长出翅膀了。有没有人啊？哎，那是什么呀？你知道这是什么？是金矿。啊？这只是石头的表层，蒙山之内必有金矿。这如意枣可真如我心意，这时候要没有它，肯定饿死了。你还在想金矿的事儿？看来舅舅说的没错，我过来自然就会明白。谁能想到呢？这么荒凉的地方竟然有金矿。不过既然都发现了，光明正大的开凿不就好了？为什么要这样？这金矿乃是国家之物，怎可以私自开凿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难怪，这么大座金山，谁看了不心动？舅舅并不是贪财之人，他这么做一定有苦衷。罢了，不想了，还是先想想咱们怎么出去吧。蓉儿，她今日并未到此啊。啊，张姑娘，这她还能去哪里啊？西河郡主，不必多礼，我今日是来找苏王哥哥的，你们是来迎接我的吧？对，不过殿下今日有事外出了。怎么可能？他邀请我今日来府上的呀。难道是因为我梳妆打扮耽搁，来得晚了，他生气了？都怪你！可是送信的人来的也晚啊。殿下今日有要事要办，根本不在府内，怎会邀您前来呢？不管，我都来了，今日一定要见到苏王哥哥，就算他再怎么有事，总也得回府休息吧。别，他真的不在府内啊！好啊，难道是有什么不三不四的女子把苏王哥哥给骗去了？没有，你别胡说八道了，殿下都失踪了。小侯爷失踪了？失踪了是什么意思？苏王哥哥人呢？怎么回事？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？快带我见苏王哥哥！郡主啊，此事不可声张，您且先随我入内。小侯爷，您继续寻找。苏
苏安哥哥到底去哪儿了？你们……舅舅的为人，我并不怀疑，但是在我心里，却有一丝不安。就像师父说的，此番回京，四面楚歌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干嘛还要回来啊？你不怕死啊？死有何惧？怕的是苟活。况且神口铁算不是帮我算过吗？说我会早死。别血口喷人了！我明明说你长命百岁，什么时候说你早死了？在你喝醉的时候。你这人还奇了怪了，认真给你算命你不信，偏要听我的醉话。难道就不可以不要苟活，但也平平安安、长命百岁吗？贪得无厌。人生在世就靠贪字啊！本铁口神算给你指点迷津了哈。这位公子呢，骨骼超然，气质不凡，本是天上的神仙，此番下凡呢，必定有一番大作为。只要你小心谨慎，便会无灾无难，长命百岁的。不过有一点，你没有算错。我真的是个扫把星。又是我喝醉的时候说的。我3岁的时候，便被先皇后带去抚养。从那以后，母后便生了一场大病，一病不起。司天监说我是天煞孤星命格，父皇便派我去寺庙抄经祈福，为母后祈福。可是没想到，却打翻了烛台，功亏一篑。父皇便说，既然煞气难消，不如利用这煞气去边关制敌。3岁就跟生母分开，还被弄去边关，这对你来说也太苛刻了。他们说的都没错，我就是天煞孤星。看看母后，再看看现在的你，我这双手不该触碰任何人。我出生不久呢，父亲便高升了，母亲很快就有了官哥，身边人呢也都无病无灾的，而且我还得了一个师傅。你说我算不算是福星？我把好运分你一半。长官啊，打听到了，有位公子啊，在东城一户人家那儿买了辆马车，二姑娘随即便上了马车，一起出了城。那男子是谁？那位男子穿着朴素，应该是位年轻的公子，其他的不知道。但是啊，我们顺着那户人家的描述，画了一张马车的样子，或许按照这个能打听到什么。你们继续追查下去。在城郊那一带的蒙山和折山也查一下。是。蓉儿做事不会那么糊涂的，肯定是另有他由。不过此事不宜声张。傅姑娘，你若相信我的话，就先回府去。跟傅大人和傅夫人说，蓉儿就在我这儿住下了。也只能这样了，多谢刘掌柜。
一旦有任何消息，也请刘掌柜立刻通知傅府。年轻的公子，难道是安王？我自己找。别！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没有。不能再耽搁了，我要去找皇上，让他把锦衣卫的人全派出去，一定要找到苏王哥哥。郡主，你听我说，使不得，当真使不得。若苏王哥哥有什么事情，你有10条命都不够抵的。苏王哥哥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能让皇上知道？苏王哥哥呢？殿下还未归来。哎，你今日不是要驻守锦衣卫吗？殿下吩咐过，今日酉时左右归府。若他仍未归来，就去他书桌烛台翻找，有一张图，上面画着他所去的地方。哦，走。你不是都受伤了吗？没事儿。我们一块儿改吧。等到月上中天了，我再喊你。那你就叫我。你怎么不叫醒我啊？我看你睡得太熟了，就没喊你。你怕不是骗我的吧？殿下在里面吗？你们不必进来，带我出去便是。苏王哥哥，苏王哥哥，苏王哥哥，吓死我了！倘若你有什么意外，那我也不活了。你怎么也在这里？究竟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蓉儿，阿姐，蓉儿，阿姐，阿姐，师傅，蓉儿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荒郊野岭的，一个人在外面不回家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也想问呢。富二姑娘当真是奇女子，和新都侯府定亲不成，就由令判告知。孤男寡女，独处一夜，难道你们富家家风便是如此吗？西河郡主，西河郡主此话未免也太过尖酸刻薄了吧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富姑娘当真是好手段，连吴小侯爷也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了。
原来在郡主看来，只要帮忙说句公道话，就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那下回我要是帮郡主说点什么，岂不是？你大胆500起。看到了吗？闭嘴！郡主自见我以来就一直咄咄逼人。我跟殿下什么关系？需要跟你交代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苏文哥哥绝对不可能和你有什么的，你别胡乱说话。你看你，好话歹话你都一个人说了，我说什么呀？行了，你也是护食心切，下回呢，就千万不要再乱咬人啦。你骂我是狗？苏王哥哥，你就这么由着他欺负我吗？送西河郡主回府。苏王哥哥，他欺负我。多谢。害师傅担心了。郡主，您请吧。蓉儿，你好端端的，怎么会跟肃王殿下在那种奇怪的地方啊？真的是巧合，我从家里偷溜出去，刚好就碰见肃王殿下要驱车离京，我情急之下就上了马车。还好你替我瞒着爹娘，不然我肯定要挨揍了。你还敢说？你们为什么会被困在那小崖谷里面呢？我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师傅，你说，有时候是不是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能信啊？蓉儿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若是连亲近的人都不能信，那还有谁能信啊？估计蓉儿是担惊受怕了。你们赶紧回去，好好休息。属下办事不力，还请王爷责罚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昨日属下按照您的吩咐，在一线天处等候，见肃王到来，就立刻点燃火引。可没料到，董方里，他居然从背后偷袭属下。等属下醒来，打算点燃其余炸药，可肃王早已不在入口处。属下只能连夜回来向您禀报。罢了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董大人，你会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成王，我不是一直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吗？我不会再错下去。你私自开凿金矿，企图将其据为己有，此事必会惊动皇上。是啊，这么大座金矿，总得有人担责吧？话说，董大人，多久没有见到令郎了？殿下，董府内不见董大人，就连董小公子也不见了。据管家说，也是早早的送到了乡间别院去养病了。安排的这样妥当，恐怕董大人早就……徐家，你带队人马去董府别院看看，文儿是不是在那儿，是否安全？是。殿下，您是否觉得有人在利用董小公子要挟董大人？以舅舅的为人，
加上那日谈话，舅舅不至于置我于死地。恐怕另有隐情。殿下，因这西河郡主在，那日您被困蒙山的事情已经被传开了，想必皇上也已经知晓此事。那么明日在朝堂之上，殿下，无碍，只是昨夜受了点风寒。九叔，九叔！哎呦，我的老腰啊！哎呀，九叔，这腰可不能不好啊！哎，过来，你看看你，这门脸都给弄歪了，我看看。哎，正了。为何弄得如此狼狈啊？还不是我这些宝贝难伺候哟。说吧。什么风把葛神医吹到我这小铺里来了？啊，还不是为了你这祖传的秘方？快，给我配一副赶风铃。好嘞。9里香，还缺一味三叉苦。三叉苦。别说啊。你这每一味药听上去都是恰到好处，那是当然。这配药啊，可是我们三舅爷留下治疗风寒的独门秘方。哎呀，看看，刚夸你2句就找不着北了。殿下，为何今日的药比平时苦上许多？殿下，正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，这是属下专门到39药铺为您配制的风寒药，有利于您的恢复，切记要按时服药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文儿赢了！爹爹打不过你，文儿赢了。爹，我还要在这里住多久？我想家了。文儿，这里照顾你的人多一些，你的病再好一点，咱们就回家，啊？该睡了。苏王，儿臣在。说一说当时的情况吧。儿臣去到蒙山，是因为发现朝中有人运送硫磺硝石，一路追查到蒙山之后，才意外发现了，原来蒙山之内有金矿。儿臣那晚不小心触发了峡谷之中堆积的炸药，这才被困于山谷之中。成王，儿臣在。说一说你所看到的情况。儿臣前些日发现有人在市场上大量购买男奴，送往蒙山，行为鬼祟，便派人追查。昨日终于查得，原来蒙山之中藏有金矿，这便马上禀报了